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 BEND-BCI 多维评估框架。这是超越单一准确率的 BCI 解码器决策指南，它基于对23种神经解码器的16项独立测试。在脑机接口中，准确率只是起点而非终点。该框架像三棱镜，把单一指标散射为5个维度，覆盖预测、鲁棒性、计算成本与潜在一致性。这帮助研究者在解码器决策中不再只看准确率，但注意，框架基于大量独立测试，并非万能指南。总之，框架推动 BCI 解码器评估多维化。测试集上的高准确率往往不是模型可靠的证明。神经信号存在电极漂移、噪声等本质不稳定因素。临床或嵌入式设备有严格的延迟内存功耗限制，高准确率也无法保证跨记录或被试的表征一致。实验室理想曲线平滑，但现实部署中剧烈下滑。3个关键挑战是信号干扰、计算瓶颈与泛化失效。这些因素导致模型性能在部署后出现崩溃，因此需要多维评估来诊断解码器的失效模式。BEND-BCI 框架覆盖23个模型与4个任务组。评估矩阵有6个核心维度，提供全面视角。任务预测维度用 R 平方与准确率评估模型。鲁棒性检验对泊松噪声的抵抗力。特征归因用 Kernel SHAP 判断特征合理性。数据估值用 Data Shapley 识别有害样本。计算成本考察训练与推理的时间与内存峰值。潜在一致性评估跨记录的表征对齐度。视觉解码分类小鼠的光栅方向。语音解码识别人类常识的单词空间解码。预测虚拟导航中的位置。这些任务涵盖连续回归与离散分类。每个任务都有明确的实验设置，这为评估解码器提供了统一基准。预测力比拼没有永恒的王者，只有场景最优解。重型深度网络 NEDS 并非统治所有任务。XGBoost 与 SVM 等基线有惊人竞争力。在特征分类任务中，它们甚至超越重型模型。测试任务包括运动视觉、语音及空间导航。气泡图矩阵直观对比各模型在不同任务的表现，这提醒我们解码器选择必须依据具体任务特性。单一准确率指标远远不能作为模型优劣的标尺。泊松噪声下，高准确率模型可能暴露出严重脆弱性。左图显示 MC Pacman 力量解码中复杂模型 NEDS 的 R 平方急剧下滑。相比之下，较简单的 LDNS 模型表现保持相对平稳。右图为语音解码任务 ，SVM 的准确率随噪声快速崩塌，而深度模型 DNN 亦维持了相对稳定的性能表现。这些对比表明，流出及预测表现不能决定抗噪能力。复杂的深度学习架构可能过度拟合了完美信号。在现实神经信号波动中，鲁棒性是必须独立评估的。计算成本是脑机接口系统落地的关键约束。BEND-BCI 框架按训练时间划分4个预算区间。极速虫校准场景需训练时间小于1秒的模型。此时推荐 PCA 与 XGBoost 内存仅 0.27 吉字节。常规预算2秒至1分钟可选性能均衡的 GRU。宽裕预算下 MINT 展现出出色跨任务泛化能力。离线预算超过8分钟则可部署重型 NEDS 模型。虽训练耗时长，但推理延迟仅 1.6 毫秒，在一个记录内预测准确，不等于表征能跨时间、跨被试对齐。跨越多次记录的预测精度与潜在空间一致性呈弱相关。低一致性表征如乱麻纠缠，高一致性对齐则规整放射。视觉编码任务中 ，CEBRA 决定系数高达 0.998。DPAD 在运动和空间导航中的 R 平方分别达 0.856 与 0.977。语音任务中 ，Marble DFINE GPFA 领跑。要进行跨被试、跨天神经科学分析，必须采用对齐架构。单纯追求准确率可能掩盖表征对齐的缺陷。Kernel SHAP 打开了解码器的内部黑盒。测试人员向数据中混入无意义的合成噪声特征。如果模型将预测权重分配给这些噪声，说明它依赖了伪特征。表现越差的模型，其归因与真实生理特征一致性越低。低效模型往往获得表面高分，却走了捷径。这种伪特征依赖在高噪声环境下尤其危险，它意味着模型根本没有学会真正的神经编码逻辑。诊断结果提醒研究者必须检查特征归因，而非只看准确率。
神经记录中包含大量异常波动，盲目训练会降低性能。数据沙普利估值能够识别并剔除毒性样本，过滤网阻隔毒性数据，曲线下面积达 0.794。剔除负价值数据后，17个模型中的13项提升，平均提升约 3%， 证明数据清洗有效。数据质量比数量更重要，简单清洗就能带来收益。继特征归因之后，数据估值提供了另一个诊断维度。训练数据中的异常值会误导模型，必须通过估值清洗。当日校准数据极少时，可借助历史记录获得关键帮助。Data Shapley 估值法从历史记录中筛选出正向转移价值的试次，仅用当日28个试次时，平均 R 方仅 0.532， 合并精选数据后 R 方 0.617， 提升 16%。例如某循环神经网络 R 方从 0.42 跃至 0.80， 这证明历史数据并非无用，通过迁移可唤醒沉睡资产。该方法特别适合当日校准数据量极度不足的场景，但前提是历史记录中存在可迁移的有效正向数据。工程现实约束决定了解码器的最终选择路径。高频重校准或极低算力场景，应优先考虑轻量级基线。XGBoost、PCA 和 SVM 的训练时间均小于1秒。若追求极致推理延迟或长期稳定部署，需选用重型深度神经网络。NEDS 和 DPAD 的推理延迟低于2毫秒，适合实时响应。进行跨记录分析或群体神经表征研究时，必须采用专门对齐架构。CEBRA、DPAD 和 Marble 在这类任务中表现优异，多维选择矩阵帮助研究人员在成本与性能之间做出明智权衡。BEND-BCI 框架揭示了准确率之外的关键评估维度。预测准确率不再是唯一标准，只是评估起点。一个可用的脑机接口系统需在多种约束中达成平衡。约束包括任务性能、计算资源、表征一致性与诊断鲁棒性。工程师应遵循奥卡姆剃刀原则，先建立强大简单基线，只有带来特定维度的可衡量收益时，才增加复杂度。例如，潜在一致性收益可为跨倍式分析提供对齐优势。本基准涵盖多种解码器和多项独立测试，结论可靠。访问开源交互仪表盘即可对自身模型进行多维评估。